你就是没有退路。对，没有退路。你最逗的是石油组那一组的人，居然是一群爱人，就是我听成了一群爱人，就是一群爱人，就是那个字母爱，就是那个不是我爱你的爱。我们打字的时候直接就说，就是爱人们，就是全组爱人们啊。就在写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他们的姓排起来是一个谐音梗，这都能玩得出来。对，就是你好老的样子，我正在给你喂粥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好有画面感，哎，你们这个要画出来。我跟你讲哈，昨天那个开会的气氛特别好。我觉得上班的时候都很少能有这种状态，很积极的心态在参加，也不会有那种顾虑说，如果我说错了话，我问个啥问题，哎，大家会笑我又丢脸了什么的，这种一系列的纠结哈，就不存在。但是在上班开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大家会很敏感，然后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很少有人会提问的。上班肯定会很少有人提问。我开会谁提问？开会就开会经常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啊，那散会，对吧？但是我这个学期的重点，其实这是我这个学期重点之一。然后他发这个 OK。其实原来每一季的时候，我都说，我希望 CDPB 是一个不一样的空间，是一个能够让他在这个空间里边去自由的发挥，然后没有恐惧的发挥。它不像那种，就是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，你说点什么话，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的你会有一个要我说错话的会怎么样？那种感觉。但是这个地方，包括我们的顺子觉，我跟他们说的就是，你随便玩，你玩出来的东西，我给你接着，我用得上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把他们这种每个组的积极性去给带起来。所以你实际上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，是你非常有意识的给他们创造了这个空间。对。但是这个不是你一天就能达到的吧？你这个空间是你慢慢的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。他们也是在一个不自觉但是非常自然的过程中变得放轻松的。对，而且一开始的时候，你比如说从热身开始就已经有这方面的工作了。然后你要去观察和物色每个组，你要去注意他们的整体的风格，然后每个组员的风格。你应该去找那个，比如说，话多的人，或者是每一次你说话的时候，他都能搭你的茬的人。就这些人就是属于，如果你说点什么东西，你比如说你说个梗，他会笑，能陪你玩的。对。所以这个是一开始的一个切入点。然后每一次开会，其实都是一个，你可以管它叫做挑战，或者是一个任务。每一次开会，我享受的都是那种。我不知道今天开完会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这么一个过程，临场发挥和未知。对，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中，其实是你的工作，就是我的工作，我要想办法去刺激，去让他们玩嗨，你比如说像那个这次开会有哪一个环节？我记得好像有好几个环节，就是你要主动去刺激。对，但是就是刺激完了以后，那个结果就特逗。有越南组，他们有过一次这样的。越南组有一个，对，那个昨天开会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，就是他们都不说话。你像 Q 了好几次，你都说兄弟们要说话呀，就没有人搭理你。越南组超难 Q。然后你就一直默默的、很可怜的在唱独角戏。直到破冰点是你开始给他们画小人。对，画小人。当时是谁接住了而且那个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，我记得当时就是我在画小人的时候，聊天记录里边别的组都已经开始有反应了。对，就大家在里面笑的不行了，就已经开始笑了。然后越南组自己就没有反应，然后直到那是谁，好像惠阳，后来我就问我说，咱们组谁画画，谁接得住这个东西？对。然后那时候他就说我能画，我来接。而且当他说到说，因为我当时没画完，然后他就说 OK， 我 get 这个点了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东西通了。就是有人能接得住，而且他不光是这种状态上接得住，他在技术上或者美术上也接得住，他就可以继续往下走。打开了，就打开了。然后还有那个石油组是一直玩得很嗨的，最逗的是石油组那一组的人居然是一群爱人，就是我听成了一群爱人，就是一群爱人，就是那个字母爱，就是那个不是我爱你的爱。我们打字的时候直接就说就是爱人们，就是全组爱人们。他们只有一个人是个 J， 其他人不对，只有一个人是个 E， 其他人全是 I。
那你是 I 还是 E 还是两者？我是 E， 但是我不能算组员。OK， 你是主持人。对，组员里边只有一个 E 人，其他全是 I 人。好可怕。但是那一组 I，我每天早上起来看他们的小组讨论，是99加，然后等打开以后，你99加那个群打开以后，277条 message， I 人群。而当时他们那个就是他那个组，当时我跟他们开会，我说什么来？我说导弹组，南总那个组东西特多，然后我就来找石油组，我说南总那个组要出提交了，他们是这么一个格式，我们怎么打败他们？我们怎么去跟他去 battle？ 其实我们每个组之间都有这种组内的一个竞争，组跟组之间的一个竞争，健康的这种竞争，就 healthy competition， 你会刺激他们竞争。你得说，对，就是他们有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能玩出什么东西不一样来。所以当时有一个环节，就是我跟他们，我就随手把他队里边人的姓都写下来，因为我要看一个团队介绍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他们那个组是那么做团队介绍的，咱们这个组应该怎么办？然后我就把他所有的姓写下来，结果就在写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他们的姓排起来是一个谐音梗，这都能玩得出来？对，就是董、田、韩、米、裴、张、翁，然后谐音梗就是冬天韩米裴张翁然后我说完了以后，当时群里边就有一个人就说就觉得好像说你好老的样子，我正在给你喂粥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好有画面感，你们这个要画出来。本来我是让他们把这个东西，我说那你跑一个 AI 的效果，跑这个图来。对啊，都可爱啊。后来没有跑，而且还可以跟那个写个对联：飞雪连天射白鹿，冬天韩米陪着。来，让我们抽到就那种感觉，你就觉得，他接住了，然后他就可以在这个上面继续再去发挥出来。对，所以你等于是一个花式陪玩的人，而且你是一个领羊人，你要做那个抛砖引玉的角色，但是你不能很机械性的去抛砖引玉，让大家因为一旦觉得，你这个东西是一个重复的，是一个机械性的，让大家真正的那种积极性就不会被你暴露出来。对，而且你在开会的时候，你不能就每次我们今天开会了哈，今天是一个什么领导式的说话，对，你越领导式的说话，他底下就越员工式的回答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很难跳出。然后就行不？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问题。什么？那这个东西我们有什么？你要赶上那个闷的组，就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实际上最后就冷场了，冷掉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，真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一个环节的人都有练习到。而且你练习的内容，你得到的这种挑战的内容是非常灵活和多样的。那你比如说像苏联那个组这次打算用美墨的格式提交，那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点子非常好。你要重新说，是美漫的格式，不是美墨的格式是那个废土的格式，对吧？然后我那个时候感觉真的就是我是一个陪玩，就是它不是一些，你像石油组，可能我们在开会的时候，我会说一些想法，我会说我有一些这样的想法，我看他们接得住接不住。我在看苏联组的时候，我感觉就是我是那个来接的人，就是当他提出这个格式的时候，我就说对，我有画面感，然后我就有那种就说那我可以做什么？我的 contribution， 我的贡献，我的砖瓦。OK， 所以当你们到了那个状态的时候，你会从一个领头羊的角色变成了一个你们像是平等互动的角色。对，他刺激你，你刺激他，实际上有点像我们两个讨论的过程了，就是这种很平等的其实我跟组里边我会这么说，我会这么建议，甚至可以这么要求，就是当别人说出一个内容的时候，我甚至要求他们不许改别人的内容。然后我也会让他们在组里边注意这方面的。你比如说，有些人会说，我打算做这个行不行？大家觉得行不行？然后我会直接介入说，你不许这么说。你的东西永远都行，别人的东西也行。我们的讨论重点不是来看彼此的东西对不对、行不行，而是每个人都要进入一个状态，就是说，那这个东西我怎么用上？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特别在工作的时候，
特别是做项目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经常进入这种打翻你原来所有想法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。那你不停的打翻，难道新的主意就更好吗？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卡点，你就把它放弃了，打翻了。那你当遇到一个当你开始就是酝酿一个新的点子的时候，刚开始别人也会给你打翻的。对，刚开始你还会很嗨，但是到了一个时段的时候，你又会重新的回到历史的那种那种过程，你就 cycle 了。你总会有到一个卡点的时候，你永远会重置。对，而且是要对你的心理，就是它没有健康的建设。因为你只学到了我要重置。对，这么一个这种 denial， 这个东西不行，这个东西不对，这个东西不好，这个东西得改。对，这个重置可能只能让你再嗨1个月，然后你又会跑到原来的状态当中。所以我觉得你这种让他们就是硬性的 push through 这种要求是非常对的。对，就是你就是没有退路。对，没有退路，你就是没有退路，你就是要把这个东西，就是好比说今天晚上咱们冰箱里边就是西红柿跟鸡蛋，对，就是这么就是没有让你做这个什么类似于佛跳墙或者满汉全席的，不要每次想的时候都那么天花乱坠。很简单的东西，你把它做的很有意思。黄蓉也做出来了，对吧？他做了一个豆腐给洪七公，那也很好吃。哎，你看这个，我看这个是。看，这是石油组已经出头像了。哇哦，那么快，好可爱，超棒！哎呀，太好玩了，这个东西，超的哇！而且每个人的性格都这么明显哈。我回头可以跟他们，对，我可以，他们可以再加一下这个，就是每个人的 character 他提出来以后，有一个就是人物选项，就是可以你 choose the character right， 然后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个简介，然后可以有一个类似于技能点分布，就那种什么血槽什么那种。我原来原来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游戏的时候，有一个文字版的网游，叫《金庸群侠传》。哦，你那么老了的呀？泄露你年龄了哦。行吧，你继续说吧，我不打击你了。我忘却了。我就是那么老，我都忘却了。对，老年痴呆了都。然后他当时就是你所有的内容都是文字，就是你看满屏的哈，你说我开始玩这个游戏了，然后它一个生成点，然后你说，它就有一段落说你在一个院子里，然后旁边什么人走动啊什么什么的，然后你还可以打 command， 你可以说看左边，你要看左边的话就一个 description， 左边有什么，右边有什么，然后你当时是你进不同的门派，你可以选择进这个门派，然后你玩这个人物你就练功。然后他所有的那个就技能，你比如说什么峨眉派一个什么什么剑法，然后上面写的是你从一开始练哈，就是什么不值一提，马马虎虎，然后你越练完了以后就是什么驾轻就熟，了人于胸，然后那个到了最高的那个时候就是什么一代宗师威震寰宇。笑死！我可以让他们把这个东西加在。但是你看在那么老的年代哈，虽然那个时候的视觉效果，游戏的视觉效果跟今天比起来是不值得一提，但它的创意的那个核心点，真的就是那么能抓住人的。你不需要很就用最简单的，而且是这些词都已经有了，你没有去创造一些新词，不是一个什么网络流行词，对，你就可以把它全都用上。是，对，是这样，真的不错。哎呦，老怀安慰啊！看了以后，我也不年轻了。什么叫做老怀安慰？我也不笑死。对，所以这个下一个星期，你看导弹组也出东西了。我看看。你看。点开。我给群里边发了，我是把这个叫石油的东西发到了大群里边，我就去刺激他们嘛，我看谁能接嘛。导弹组是肯定能接他们的东西的。那你给他们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？他们下个星期应该每个组做提交，但我觉得我应该3天盯一下，我要看一下3天以后每个组的进度。肯定有一些，就相当于你3个星期出一个 rough sketch，出一个第一个版本，然后再去打磨。我的预估是到周末，最起码应该有2个组能够完成70%、80%，甚至更多。然后可能会有1到2个组50%以上。这个50%的定义是说，我觉得它的方向是对的，它的 format 它的格式是对的，但是里边的内容需要它有很多 placeholder， 就那样的感觉。但是整体它应该有一个全局观。我看到这个东西以后，我应该觉得它的提交是没有问题的，剩下只是工作量而已。了解。对。所以你扮演了一个 PM 的角色。对，我这个学期其实扮演更多的就是一个 PM 和比如说 Creative Director，
因为他的策划总监对吧？因为毕竟从项目本身到玩法，你比如说石油，当时我们就提过，我记得就很清楚，当时我在开车，然后他们在开会，我就放到车里边做了一个功放，我跟他们一起开会，那个时候就提到了说咱们这个游戏怎么玩，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角，然后怎么把我们这个主题给发挥出来。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，就是当在一开始没有一个人有一个想法的时候，这一季我很在意这个东西，我这一季做到了，就是一上来的时候我不给任何人一个空间让他自己先准备好，包括我自己，就我们随机的去抽关键词，然后抽完了以后，其实所有的人的身份是平等的，包括我在内，就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，然后我们要去讨论，我们要讨论出不同的方案。然后像石油组他们当时讨论完了以后，当时是打过很多方案的，他们当时一开始的时候要求是每人提供一个方案，然后我们最后就是打掉了所有的，选了一个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 OK， 那我们现在定了这个东西了，提玩法，所以是非常民主。对，而且还蛮像就是一些比较正式的那种项目的开发流程，因为你开始就是要大家就 brainstorm 脑爆嘛，然后再不停的打掉这个过程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不能让大家一开始就那么去限制自己的发挥空间，所以你这个让大家抒发的这个过程是要有的，但是打掉的环节也是要有的，而且就是说他要明白这个东西非常的正常，对，他不应该认为说这个东西被打掉了就是浪费时间，就是低效。对，其实有些时候这个环节反而是一个高效的环节，是一个高效的环节。但是我觉得你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，就是说你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要打掉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当你在一个真正的工作场景里面，当你的 idea 被不停的打掉的时候，但是又你得不到一些比较逻辑的解释，实际上这对你的心理来说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。但是如果你明白了后面的一些逻辑思维或者 rationale 之后，这个事情它就变得顺利。而且还有一个环节，我是刻意的去做的，尤其是在那个过程里边，我是绝对是做了的，就是我会跟其他人说，我跟所有人说，你们都要做好一个准备，你的东西可能被打掉，但是你的东西如果被打掉的话，有哪些你做过的调研能够保留，能够用到所以你要做很多的备案。了解。如果说第一个人的方案被保留了，那么我的哪些内容可以去辅助，然后第二个人我可以怎么去辅助？实际上你在身体力行的实施降本增效这个概念，就是说虽然东西打掉了，但是你还能继续重复利用的东西，你会把它继续用上来。对，这个就是降本增效。对，你本来就不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就认准了一个谱去做，一旦那个谱一变，那就牵动所有的人。我觉得所有的岗位都应该是说，当我知道一些规则以后，我就时刻准备着，我以不变应万变，你随便改，然后我可以非常快的去跟进，就行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扮演的角色实际上还蛮多变的，就是说你又有一个 creative director， 又有一个 game design，然后又有 art too，right，然后又有 PM。然后又有各种的，实际上我觉得你还是以导师的身份，在整体的把控他们所有人的进度，还有包括情绪，还有他们有没有冲破自己的舒适圈，改变一些自己的思维方式，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学习方式、工作方式等等。对，你的角色我觉得，特别是这个学期，就发挥的淋漓尽致，就是很全面的覆盖了所有的这个需求。就是这个项目需要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你要当老翁，飞飞饭，你也当了老翁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就看下一次提交有什么惊喜当中，好吧？